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不晓得大家对毕业典礼演讲的印象是什么？说真的，很多时候听来听去，好像都是那些很励志但有点空泛的口号，对吧？那如果今天站上台的是一位在好莱坞打滚多年的大明星，身兼演员、导演、制片人，像是演过《饥饿游戏》也导过《歌喉战》的伊丽莎白·班克斯，你心里可能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大概又是一场要我们勇敢追梦的演讲吧。但他这场在宾州大学的演说真的完全不一样，他几乎没有任何空话，反而更像是一份超级务实，可以直接拿来用的人生策略手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的拆解一下，看看一位在这么竞争的产业里杀出重围的实战家，他的人生思维框架到底是怎么建立。好，那这次的内容主要会分成4个部分。首先我们会聊到成人的第一课，也就是怎么面对价值观的冲突。接着第二点是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这部分非常实际，谈的是经济真相。再来第3，我们会探讨如何打破那种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思维，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机会。最后也是支撑前面这一切最重要的基石，就是你的安全网。这4个策略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可以说是一套非常完整的人生作业系统。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第一个重点：价值冲突。在班克斯看来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不是说你开始缴税了，或者会自己洗衣服了，而是在于当你内心最重要的那些价值观开始互相打架的时候，你懂得怎么去权衡，怎么去做选择。他就讲到自己大学时遇到的一个真实困境，真的超两难的。当时他修了一门很硬的课，那个教授的规矩超级死，只要你缺席一次，期末成绩就直接降半个等级。比方说你本来是 A， 缺席一次就变成 A 减。你想想看，对他这种很要求完美的学生来说，这根本不能接受嘛。但偏偏他表姐的婚礼就这么刚好排在要上课的同一天，而且全家人都非常希望他能出席。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价值冲突，对吧？一边是学业上完美的 GPA， 它代表的是一种可以量化的短期的成就，但另一边是跟家人相处的重要时刻，这代表的是一种无法量化却是长期的情感价值。换作是你会怎么选？他当时也试着去跟教授沟通，看有没有通融的空间，结果教授只是很平静地跟他说，这是你的选择，而那个选择会有它的后果。哇，这句话其实就是成人世界的第一条法则。教授不是在故意刁难他，他其实是在点醒他。你现在有权利做选择了，但同时你也必须自己承担这个选择带来的所有结果。你不可能什么都想要。就是在那一刻，班克斯才突然意识到，他的人生得由自己来负责了。最后，他选择去参加婚礼，也真的就坦然接受了成绩被降等。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个决定。因为几年之后，他的奶奶和那位表姐都相继过世了，那场婚礼留下的合照变成了无比珍贵的回忆。反观那个 A 叉的成绩，从他毕业那天开始，就再也没有任何人关心过了。重点来了，真正定义他的不是那个成绩，而是那个选择本身。正是这些在冲突下的抉择，像是要拼事业还是要顾家庭，要追求个人利益还是团队道义，这些选择才一步步地刻画出我们最真实的样貌。当你厘清了自己内在的价值观之后，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而且也是最多理想主义者会跌倒的地方，那就是经济真相。就是说在你要去追什么梦想、谈什么热情之前，你得先搞清楚一件事，那就是现实世界它是有游戏规则的，特别是钱这件事。很多人听到这边可能会想说，他能够去追逐演艺梦，家境应该很不错吧？但事实上完全相反，他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学费全部是靠奖学金、助学金，还有大量的打工才凑齐的。大学4年，他从来没有放过春假，也没有去海外当过交换学生，更不可能去做那种履历上很好看但没有薪水的实习。为什么？因为对那时候的他来说，所有的时间都必须是可以收费的，他得靠这些时间去赚生活费才行。所以你就会发现，他当初进宾州大学，目标其实超级务实，根本不是想成为什么艺术家，
他的目标很明确，把这张顶尖大学的文凭当成让自己阶级向上流动最有效的工具，让自己变得有被雇佣的价值。他追求的是一份能够带来稳定收入的工作。这其实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真实处境，对吧？得先求生存，才能谈理想。他甚至很坦白地说，一开始想当演员的动力之一，就是因为这份工作真的有付钱给他。然后他就引用了艺术家威廉德·库宁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句真的说得太深刻了。贫穷的问题在于，它会占据你所有的时间。你想想看，当你每天都在为账单、为下一餐饭在哪里而焦虑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有多余的力气去思考什么热情、什么自我实现。所以他的策略非常清楚，先解决经济问题，建立稳固的财务基础。只有当你从这种生存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你才真正拥有选择的自由。这不是事干，这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务实。好了，所以当你的内在价值观搞定了，外在的经济基础也开始稳固了之后，接下来就是第三个策略，这也是一个心态上非常关键的升级。你必须打破零和游戏的思维，从一个被动的竞争者转变成为一个主动的创造者。班克斯就提出一个很有趣的概念，他叫它派的谎言。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这是一种我们从小到大可能都被灌输的思维模式，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机会就像一块固定大小的派，别人多拿走一片，你就注定会少一片。这就是典型的零和赛局。从升学考试到职场卡位，我们好像无时无刻不在争抢那些数量有限的资源。尤其在好莱坞，这种竞争可以说是残酷到了极点。Banks 提到一个很惊人的数字，你听听看有多夸张。在任何一个时间点，职业演员的失业率高达98%。是什么概念呢？这就代表，如果你只是被动的那边排队，等着别人分一块派，也就是一个角色给你的话，那你有非常非常大的几率会永远处在等待跟失业的状态。那面对这种困境，他的策略是什么？很简单，既然分不到派，那我就自己动手考一个全新的派出来。这套考派策略的执行路径非常清楚。第一步是心态上的转变，你必须打从心底相信机会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它不是固定的。这个信念才能驱动第二步，也就是身份的转换。他不再只把自己定义成一个被动等待工作的演员，而是主动成为一个可以发起专案的制作人、编剧。这就带来了第三步，主动出击。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歌喉战》系列电影，这个点子就来自他大学参加无伴奏合唱团的经验。他不是等别人来替他量身打造角色，而是自己创造了一整个世界。而最关键的第四步，当你成功考出自己的派，你不只喂饱了自己，更把整个产业的派给做大了。你为其他的演员、编剧、工作人员都创造了新的价值跟机会。所以你看，整个策略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视角的转换，把你的眼光从向外竞争转为向内探索。你真正的对手从来就不是那些跟你抢同一块派的人，而是你自己替自己画下的那些限制，是那些在你心里告诉你你只能这样的隐形框架。当你开始动手创造，你就等于是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赛道。我们继续聊下去。刚刚我们谈了价值观、经济基础，还有创造机会。但说到底，能够支撑这一切，让你敢去冒险、敢去承受失败的，其实是最后这个，也是最关键的要素，也就是你的安全网。那到底什么是安全网？其实它不是单指钱哦，它是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在班克斯看来，它至少包含了几个层面。首先，你受过的良好教育，你的文凭，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基础的安全网，它证明了你的学习能力跟解决问题的能力。再来是你的家人、朋友给你的那种无条件的情感支持，就是那种让你知道不管怎样都有人挺你的感觉。当然也包含一个在你跌倒时愿意接住你的伴侣，还有你自己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财务稳定，甚至能够获得好的医疗照护，拥有对自己人生的选择权，这些其实全都是你安全网的一部分。其实你看伊丽莎白·班克斯的整个职涯，就是一个不断运用并且加固他安全网的过程。刚毕业的时候，他靠着学位跟家庭支持这第一层安全网，去念了学费非常贵的戏剧学校，这是一次冒险。到了纽约，他很快就拿到一份肥皂剧的稳定长约。
那份合约足以让他还清所有学贷，但他拒绝了。他为什么敢？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这个自信的安全网让他敢去赌一个更好的机会，这是一次经过计算的风险。后来他靠着《饥饿游戏》这些电影的成功，建立了一个更强大、更稳固的财务安全网。而这个新的安全网又给了他底气去指导电影，去组建自己的家庭，让他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去创造更大的事业。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当你背后有这个安全网的时候，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一句话的智慧，叫做拒绝就是保护。你想想，当你错失一个机会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任何后路，你会感到非常恐慌。但是如果你有后盾，这份被拒绝反而变成一个契机，它让你停下来反思，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也许这个失败其实是在保护你，让你避开一条不适合你的路，从而引导你走向一个更好的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建立在你有失败的本钱，你有一个能接住你的安全网之上。所以说伊丽莎白·班克斯提供的真的不是一套心灵鸡汤，而是一套非常清晰的实战框架。他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人生需要内外兼修。向内，你要透过价值冲突时的选择来定义自己；向外，你要非常务实地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然后基于这2点转换你的心态，从一个竞争者变成一个创造者。而这所有冒险的底气，都来自于你刻意去建立和维护的安全网。所以最后，我也想请你问问自己，你的安全网是由什么组成的呢？而你是不是正在好好的运用它，去追求那些虽然让你感到害怕，却是你内心真正渴望的事物？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伊丽莎白·班克斯的人生策略给了我们3个核心启发。第一，成年人的成熟体现在价值冲突时的选择，而非逃避。第二，财务稳定是追求热情的务实前提，先生存再谈理想。第三，真正的机会是创造出来的，你必须打破派就这么大的零和思维，并善用你的安全网去承担创造过程中的风险。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